欢迎回到江峰世界，朋友们好。解放军报，那个压在全军将领头顶整整10年的紧箍咒——军委主席负责制不见了。从7月11日到20日，连续整整10天，这7个字突然在军报的版面上彻底消失了。更诡异的是，从7月14日前后开始，军报登出来的全是过去基层干部不敢往外传的家丑：空降兵夜间训练打信号弹暴露自己，新连长明着拒绝接老项目，海军机关1个月打印用掉8个息股，就是为了打印资料应付检查。军报的版面从来是政治安排的，一个字一张图都要过审。这些荒唐事编辑们敢发吗？基层干部敢署名吗？没有上面的许可，他们根本不敢。所以下面的异常就是上面的意思。那上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答案其实已经写在这些家丑里了。上面不是突然关心一栋漏雨的公寓楼，也不是心疼打印室多用了几个息股，更不是专门要纠正一次夜间的跳伞训练。上面是在用解放军报给过去10年的军队管理办法做一份公开的失败鉴定。军委主席负责制的一个人拍板，下面层层追责已经走不下去了。他把干部吓成了什么样？我们来看解放军报自己吐出来的4份口供。7月20日，军报第10版，空降兵某部夜间进行敌后渗透训练。这种训练讲究的就是悄无声息地摸到敌人的眼皮底下。但你看中国军队是怎么练的？为了确保绝对安全，为了落地时不摔断腿，不影响教官的考评，这支精锐部队在跳伞前竟然先朝天上打了一发白炽的信号弹。在实战中，夜间跳伞打信号弹，这等于是在用喇叭高喊：我在这里，向我开炮。带队的领导在报纸上骂，这就等于给敌人当活靶子。可是这能怪基层军官吗？把战争练成杂技表演，打着信号弹跳伞，是他们保住乌纱帽最理性的唯一选择。因为不能出事儿，一旦出事儿，相关人员就会被撤职。至于以后上了战场会死多少人，那是明天的事，眼下根本追责不到那儿。7月19日，军报头版第83集团军某旅前任连长留下了一个攻关到一半的军事课题，积攒了数年的宝贵数据。新连长上任后，按理说应该接着干，可是你看他怎么做的呢？他把前期数据扔进柜子里，宁可另起炉灶，搞一个方向高度相近的项目，这样即便将来出问题，他自己也认了，但是成功也是自己的。面对军报记者，他说了一句大实话：干好了是前面基础打得好，干得不好全成了我的责任。就这么的，全军的课题、装备研发在这种推倒重来的内耗中生生地断了带。再看武警重庆总队，官兵住的公寓楼已经老旧，得随时会塌，天花板上的腻子直接砸在来探亲的军属床上，改善住房天经地义。先后4次改进方案到了党委会上讨论，但支队党委竟然都用同一句话收场：时机不成熟。这是真的吗？会上有人终于说了实话：楼漏不漏雨不一定马上追究到谁，可一旦要改造，几千万经费从立项、招标、采购到验收，全都要留下名字。预算多花一笔，家具高配一级，施工程序少一道，审计和纪委都能顺着签字往回查。房子修好了未必算你的功，手续出一点岔子，却可能砸掉你的乌纱帽。所以他们宁可让官兵继续住破房，也不肯把自己的名字写进工程档案。最后让我们看海军航空大学某场站，这里是给飞行训练提供机场、油料、通信、维修和后勤保障的单位。可最忙的地方不是这里的跑道，也不是机库，而是打印室。一天到晚忙得不行，1个月要换7、8个息股，印的还不是作战资料，大多是1式5份留存、营检台账、学习记录和思想汇报。为什么要打印这么多？因为上级检查时台账少了一本，签字缺了一页，责任马上就能落到具体的人头上，所以大家宁可多打印几百页，准备着。
结果就是干部把大量时间用来这方面真正该研究的飞行训练、机场保障和作战协同时间远远不够。这就是军委主席负责制交出来的答卷，上面一个人说了算，下面人人学会规避责任。最后，全军最安全的生存办法不是把事情做好，而是躺平。军报现在把这些事集中登出来，是在逼全军承认军委主席负责制导致的。高压追责已经把负责变成了不负责，这才是军报连续10天揭丑的真正目的。过去为什么没人敢说？因为这些问题最后都会追到同一个地方，过去10年军改以后建立起来的部队管理办法。谁敢说这套制度把部队管出了问题，谁就可能被扣上一顶最重的帽子。你是在反对军委主席负责制，是在挑战最高统帅。现在有人允许军报把他们集中公开，而且一篇接一篇的发，这等于告诉全军，过去谁揭短谁倒霉，现在谁揭短背后有人保护。那么到底是谁在背后保护？答案是中共的元老院。元老为什么要给军报撑这把伞？因为这套制度已经把军队管成了一支没人敢下命令、没人敢签字、没人敢承担失败的军队。平时看着队伍整齐，口号响亮，真到了战场上，谁敢拍板？谁敢承担一次训练事故、一次装备失败？更不用说这套追责机器还在继续清洗人。过去老军头带出来的秘书、参谋、军长和师长，只要在专业问题上提出不同意见，就可能被说成不讲政治。只要项目失败、经费超支、训练出了事故，负责人可能就被一路追下去，一直追到你的政治保护伞。这种方式继续下去，倒下的不只是几个将军，而是元老们在军队里留下的整张关系网。所以元老现在要做的是要把军队从一个人的控制之下解放出来，重新交给军委、集体和职业军人。但是元老大多已经80、90岁了，他们可以给政治保护，不可能天天在81大楼。他们需要一个人，这个人必须在军中压得住场，下面愿意听，身份还要足够硬，统帅不能随便给他扣帽子，他还不能有自己的野心。元老最后选中的就是刘源。刘源为什么合适？他是刘少奇的儿子。1969年，刘少奇被折磨致死在河南开封，火化单上的姓名被改成刘卫煌，职业写着无业，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这笔账是中共自己承认过的历史冤案，所以刘源在党内有一层别人没有的政治护甲。谁想用普通手段整他，都要先回答一个非常难看的问题：刘少奇的儿子接军中问题，你们为什么要压他？难道还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更不用说刘源在军中口碑也不错，他过去在武警和总后勤部工作，长期反对军中腐败，本人非常清廉，很多职业军官未必赞成他的所有主张，但他们相信一点，刘源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给自己养一批私人将领。而且从这一次军报揭家丑这样一种风格也能看出来，背后很可能是刘源在进行整体的部署，因为这跟他过去的行事风格非常的类似，这是一套军队很少见的做事方法。2011年12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当时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背后牵着徐才厚、郭伯雄以及一整套军中买官、卖官、侵吞军产的利益网络。下面很多人知道谷俊山有问题，但没人敢在军委会议上公开碰他。刘源敢，他把谷俊山在河南濮阳修建的豪华将军府照片直接带进会场，当着各路军头的面摔在桌上。这就是你们一直保护的人，这就是总后勤部已经烂成的样子。谁要反对调查谷俊山，可以先解释照片里的庄园是怎么来的。这种做法在中共内部非常少见。共产党处理问题通常是上面先定性，下面再找证据，先看谁能动谁不能动，再决定案子查到哪一步。刘源正好相反，他先把证据摆到桌面上，逼着上面表态，逼着所有人选边。但刘源当年敢摔这几张照片，
也不只是因为他姓刘，他的背后还有胡锦涛的支持。当时郭伯雄、徐才厚长期控制军中人事和利益分配，胡锦涛名义上是军委主席，实际却很难插手。刘源撕开古俊山这个口子，等于替胡锦涛在郭伯雄、徐才厚的体系上砸开了一道裂缝。没有中共最高层给出的政治保险，刘源即使是刘少奇的儿子，也扛不住整个总后勤部和军队政工系统的反扑。所以刘源过去的打法一直有2个部分，上面先给他撑伞，他再把下面的烂账掀出来。今天这一幕正在重新上演，只不过当年给他撑伞的是胡锦涛，现在给他撑伞的是胡锦涛、温家宝以及整个元老集体。而刘源拿到的责任也比15年前大得多。说到这儿，别看外面的风浪紧，咱们自己的身体最要紧。我自己这阵子一直在用的是普瑞堂的玄宝黑参，性子温和，不上火，补气养元，抗疲劳，提精神，特别适合长期费脑又上了点年纪的人。现在还有活动，每满$500送一根玄宝黑参原参，多买多送，上不封顶。优惠码 GF， 全球包邮，需要的朋友视频下方点进去看看。好，咱们接着说。这一次中共元老院，也就是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给军队下达了5条具体到动作层面的核心密令。第1条密令，恢复军委集体领导，废除1人包办。过去所有的晋升、采购、作战计划都是由统帅部身边的秘书和文职大秘先看，统帅一个人说了算。现在重大军事决策必须重新拿回军委班子会议上进行集体讨论和表决，军委主席不再拥有最终1票否决的绝对权利。这就是为什么军报10天不提军委主席负责制，因为在实际操作中，这个制度正在被废除。第2条密令，悄然恢复4总部与7大军区的专业功能。2016年军改把总参、总政、总后、总装拆成15个部门，目的是让他们互相卡死，结果导致出了事儿没人负责，指挥系统彻底瘫痪。现在的动作不是把旧牌子重新挂出来，而是恢复这4大系统的专业主导功能。指挥的归指挥，政工的归政工，后勤的归后勤，技术归技术，不再让外行的监军去对专业将领指手画脚。第3条密令，让刘源主管政工纪律与军队恢复元气。刘源拿到的授权是出任代理负责政工的军委副主席，至少工作到21大。协调机构给他的任务极其明确，停止内部清洗，帮军队恢复元气。刘源现在的任务就是用他的威望把惊魂未定的将领们重新凝聚在一起，而要恢复军心，最硬的一刀砍在了人事名单上。这就是第4条密令，重新甄别2批将领。第一批是在过去10年里，因为提出专业反对意见，被视为不够忠诚而遭到打压、边缘化，甚至被迫提前退休的专业职业军人。只要年龄合适、专业过硬，立刻进行政治甄别，重新召回，恢复任用。第2批是过去10年里靠写材料、拍马屁，靠统帅部身边的秘书关系破格提拔上来的顺从型军官，对这批人进行逐一复查，只要发现专业不合格，只会表忠心的，坚决清除出指挥岗位。第5条密令，建立正常升迁制度，废除秘书监军。像钟绍军这样毫无军事履历，靠贴身大秘身份进入军委机关，甚至遥控指挥将军的文官干政做法，必须彻底停止。红2代、红3代身份不能再成为升迁捷径，军队的提拔必须走严格的战功和考评程序。军队服从党的集体领导，绝不服从任何个人。这5条密令拼在一起是停火修复。他们用这套阳谋，正在把这支被折腾了10年的军队，从个人的私家军重新改造成一支由职业军人掌控的专业力量。这5条密令要怎么落地，这需要具体的操刀手。咱们盯紧这2个掌管全军纪律和干部档案的将领。
一个是军委纪委书记张生民，另一个则是刚刚掌权海军政治工作部的新星胡宇海。过去他们的工作是挥舞大棒，用黑料逼军官们写材料表忠心，而现在在刘源的授意下，这两个掌管纪律和档案的人开始悄悄重写全军的规则。他们把免责容错写进条例，告诉那些想重回实战、想签字干活的职业军人们，放心干吧，只要不违背集体领导的规矩，北京的那套政治清洗，我们帮你们挡回去。第一单已经登报了，军队的纪委平常是干什么的？处分单到了纪委手里，只有往上加码，没有往下打折的。可是7月20日的军报登了这么一件事：海军士官学校搞巡视整改，有个姓王的教员主动请缨，接了个没人敢碰的项目，因为中途撞上紧急任务，晚了4个月完工。整改意见拟出来，要给相关负责人批评教育。搁往年这就办了，谁也不会多看一眼。可是这一回，学校的纪委把这份整改意见打回去了，理由是不问缘由搞一刀切，让干事的人寒了心，偏离了整改的初衷。后来重新调查处理，改成更轻的谈话提醒，还顺手修订了容错免责清单。您咂摸咂摸，追责机器自己都嫌罚重了，可是机器不会自己踩刹车，这是踩刹车的命令到了。而且这件事能登上军报，本身就是一道通告，发给全军所有还在观望的军官，免责容错是真的，敢干活的人纪委也知道。给刘源这么大的权力，是否意味着他就可以为所欲为？协调机构给刘源的权力有着极度严厉的限制，他没有被授权随便调动哪怕一个重装装甲营进京。调动重装部队，那是改变国家命运的大事。根据制度，必须经过议事协调机构的集体表决。在这个机构里，邓朴方、刘源虽然倾向于武力摊牌，但老谋深算的曾庆红等人主张先通过政治谈判解决问题。所以刘源现在不能直接调兵逼宫，他只能在元老划定的范围里一步一步地做，先停止继续清洗将领，再修改干部考核和追责办法，接着撤掉军报里的个人效忠口号，把原来由统帅和身边秘书控制的人事、纪律和宣传权一项一项拿回军委集体手里。统帅的职位还在，军委主席的牌子也还挂着，可是他想提拔谁、处分谁、让军报说什么、让部队向谁表忠心，已经不能再由他一个人决定。这是用军队内部的会议、文件、人事和纪律程序慢慢收走他的实际军权。再过不久就是8月1日建军节了。往年建军节社论是军委主席负责制的大型效忠现场，而今年当那篇社论出来的时候，我们要和您一起睁大眼睛去数一数，里面还能剩下几次负责制。如果连这7个字都找不到立足之地，那说明81大楼和西山的将军们已经彻底收回了军权。那个文职统帅依然可以坐在高位上，但他的大秘、他的笔杆子、他的高压追责已经再也无法插手这支军队的前程。但是这支军队真正的病，军报到今天也不敢写透，它还是党的枪，不是国家的军队。替党内斗争站台一天，将军们就要替政治清洗陪葬一天。和平年代倒下的上将比战场上死的还要多，这笔账统帅把它记在军队的贪腐上，而军队早晚会把这笔账记回他的头上。好，这里是江峰世界，我们下一期再见。